龍樹，把空推到極限的人。上一期我們聊過，金剛經像一把刀，指明了什麼該砍掉，卻沒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憑什麼一切都能砍？砍完之後還剩下什麼？今天要講的這個人不滿足於僅僅揮刀，他要從邏輯上證明這世上本就沒有砍不掉的東西。他叫龍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這個系列從佛陀講到般若經，又講到金剛經在中國的逆襲。現在時間線要拉回印度，公元2至3世紀，佛教正面臨一場深重的思想危機。龍樹的出現徹底扭轉了危機的走向。今天只談龍樹其人，他的時代，以及他身處的那場思想戰爭。至於他如何回應對手最致命的那一記反诘，以及這個回答引發的新難題，留給下一期。先看他登場前的印度。公元2世紀前後的印度，思想市場的競爭遠比想象中激烈。佛教並非唯一的主角，婆羅門教正在復興。奧義書傳統的哲學家用日益精密的邏輯論證凡我合一。真理派正在建立一套專為辯論打造的邏輯體系。耆那教也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觀。在這個擂台上，每個學派都必須亮出最鋒利的武器，否則就會被對手的邏輯碾碎。佛教內部也不太平。之前講說一切有部時提過，佛陀入滅後，僧團裡最聰明的一批人開始做一件事，把佛陀講的道理拆解成最小的零件，就像物理學家尋找基本粒子一樣，他們把佛法拆成了75種最基本的存在單元，稱為法。這套分析體系精密的驚人，心是什麼？色是什麼？不相應刑法是什麼？每一種都有定義、邊界和運作規則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張巨大的元素周期表，排列的不是化學元素，而是構成一切經驗的最基本成分。這種精密分析有個巨大優勢，面對外道時，它能扛住邏輯攻擊。你說佛教講空，什麼都沒有，不對，這裡有75種法，每種都定義清晰，你來反駁試試。這套體系讓佛教在思想競爭中獲得了極強的防禦力，但防禦是有代價的，甚至藏着致命隱患。說一切有部認為，這75種法各有自性，所謂自性就是獨立，不依賴他物而成立的本質。問題出在哪兒？佛陀在菩提樹下證悟的核心是緣起，萬物皆因緣和合而生，無一物可獨立存在，這是佛法的地基。可有部在分析佛法時，卻給分析工具本身賦予了獨立自性。他們用緣起的框架解釋世界，可構成框架的磚頭恰恰違背了緣起。這就好比一個人宣稱世上沒有永恆不變之物，轉頭卻拿出一塊刻着這句話的石碑，說這塊石碑永恆不變。到了公元2世紀前後，矛盾已積累至臨界點。不只是有部，其他部派也各有各的病。有的把空性理解成虛無，索性躺平；有的把佛法變成純粹的學術體操，概念越發精密，離修行卻越來越遠。佛教需要一個人重新清理地基，這個人就是龍樹。關於龍樹的生平，確切事實其實很少。他大約生活在公元2世紀中葉至3世紀初，主要活動於南印度及今天的安德拉邦一帶。學者之所以能確認這點，是因為他寫過2封信，親友書和寶行王政論，收信人是安達羅地區梭多婆訶王朝的一位國王。這是龍樹與真實歷史之間最硬的一條線索。但你大概聽過更富戲劇性的傳說，據說他年少時聰慧絕頂，與3個朋友學了隱身術，溜進王宮偷看宮女。失敗後，3個朋友當場被殺，唯有他緊貼國王身後才僥倖逃生。此事令他大受震動，覺悟到慾望乃痛苦之源，於是出家。還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故事，說他出家後，在人間經典中找不到滿意的答案，便有龍王將他帶入海底龍宮，龍宮裡藏着大乘般若經的完整版，龍樹從中取出經典帶回人間。信不信由你，但這至少解釋了一件事，為何他的名字裡有個龍字。不過學者提醒，這些傳說均出自他去世數百年後的傳記，並非信史。關於他的真實人生，我們能確認的只有3點：一、生活在公元2至3世紀的南印度；2、與一位國王有書信往來；3、
寫下了一批在佛教思想史上具有地震級影響力的著作，其餘皆是傳說。有趣的是，龍樹給國王的那2封信語氣頗為私人。親友書裡有段話勸國王少喝酒，管住脾氣。試想，一位佛教哲學家致信當時最有權勢的人之一，不談國事政治，倒像老朋友般叮囑一句，最近酒喝多了吧，悠着點。這個細節讓人覺得龍樹不是活在書齋裡的純理論家，他與真實世界有着很深的連結。但傳說往往不是憑空捏造，通常是後人用故事來解釋某個無法理解的事實。龍樹的事實是什麼？一個人僅憑邏輯就把整個佛教哲學的地基翻新了一遍，後人無法解釋這種智力的爆發，便編出龍宮取經的故事。意思是這種智慧不可能屬於人間，定是從某個超越凡俗的地方帶回來的。傳說講完了，來看龍樹面對的那場真正的思想戰爭。在他之前，說一切有部是影響力最大的佛教學派之一，其阿毗達摩體系精密系統是整個佛教世界最成熟的哲學分析工具。但龍樹看到的不是精密，而是地基上的一道裂縫，裂縫就是自信。打個比方，有位建築師設計了一棟漂亮的大樓，每層結構都經過精密計算，每面牆都嚴絲合縫。龍樹走過去，不看樓上，只蹲下來看地基，然後說，你這棟樓地基用的材料和你聲稱要防範的東西是同一種東西。有部声稱萬物缘起，無常無我，但他們用來分析缘起的75種法，卻被賦予了自性，即獨立不變的本質。一邊說世上沒有永恆之物，一邊又說自己的分析工具永恆不變，這在邏輯上說不通。龍樹抓住的正是這一點。他的方法極為獨特，不提任何主張，不說世界如何，不說真理何在，他只做一個動作，接過對方的主張，順着對方自己的邏輯往下推，推到盡頭，讓那邏輯自行崩塌，這叫歸謬法。不必記這個名字，只需知道龍樹不建房子，只拆房子，但他拆房不用錘子砸，而是證明你的房子是用矛盾砌成的，他自己會塌。在中論裡，他把有部的核心概念逐一拿出來檢驗，比如生滅，有部說法從因緣生，又在因緣中滅。龍樹問，若一物有自性，它便不可能生起，因為它已然存在，何須再生？若無自性，也不可能生起。一個本不存在的東西，拿什麼來生？你說它從因緣生，可若因緣也有自性，那因緣本身就不需要其他因缘來產生，這就不是緣起了。若因緣無自性，那就是一個無自性之物產生了另一個無自性之物，那麼這個產生本身有沒有自性？你看，順着這條線走下去，每一步都走不通。對運動、時間、因果、感知，龍樹都做了同樣的分析，結論始終如一，只要給任何一個概念賦予自性，認定它有獨立不一的本質，它就無法參與緣起，而不參與緣起，就不是佛陀所說的任何東西。這一刀砍到了佛教哲學的骨頭上，而且他不只對內部動手，他寫回正論回應質疑者，又寫廣破論，將矛頭指向佛教之外的正理派。正理派是當時印度最擅長邏輯的學派，有一套成型的認識論體系，定義了何為正確認知，何為有效推理。龍樹走進去，用他們自己的規則證明其認識論基礎同樣站不住腳。可以想見當時印度思想界的震動。一個人同時挑戰了佛教內部最大的學派和外道最強的邏輯學派，辯論時不拿權威和經典壓人，只靠一條規則，你自己說的話自己能不能站得住。但請注意，龍樹砍的不是佛陀的教法，而是後人給教法加上去的那層東西。有部在分析佛法時，不知不覺給框架本身賦予了佛陀從未賦予的屬性。龍樹所做的是清理這層附加物，讓佛陀原始的緣起洞見重新顯露。所以他的立場不是虛無主義，他不是說什麼都沒有，而是說你以為存在的那個獨立自性從來就不存在。事物依然在運作，因果依然成立，修行依然有效，只不過他們運作的方式不是因為背後有什麼永恆不變的零件在支撐，而是因為他們本就是一張互相依存的網。
沒有任何節點可以脫離這張網獨立存在。這就是空，空不是虛無，是沒有自性，空是緣起的另一個名字。每每念及此處，都覺得不可思議。一個生活在近2000年前的人，在沒有現代邏輯學訓練的情況下，僅憑思辨就提前解決了後來哲學家花了幾百年才摸到邊的問題。維特根斯坦說，我的語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。德里達說，意義總在言義中滑動。這兩位是20世紀頂尖的思想家，而龍樹早了他們1700年就已證明，任何用語言構建的立場都無法自洽地描述實相。但他的方法也制造了一個新問題。如果龍樹不提任何主張，只拆別人的房子而不見自己的，那他站在哪裡？他用來拆房的那把邏輯之刀本身有沒有自性？若有，他自己也違背了緣起；若無，他又憑什麼用一把沒有自性的刀去拆別人的房子？這個問題是對手當面質問他的，而龍樹的回答是中觀哲學最精彩也最令人困惑的部分。下一期我們來看龍樹如何作答，以及這個回答又如何製造了更大的哲學難題，逼出了100-200年後唯識學派的誕生。你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，以為自己站在堅實的立場上，結果有人順着你的邏輯往下推，你才發現腳下其實是空的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故事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